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立秋后要多吃红薯，秋天正是红薯大量上市的季节。现在的红薯吃着香甜又便宜，今天就分享个红薯你从没吃过的做法。加3个鸡蛋，不油炸，不用蒸，出锅外酥里软，比馒头好吃，比包子简单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根红薯和3个鸡蛋，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把洗净后的红薯放在案板上，用刀把两头去掉，不要了。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因为这个红薯皮呢，口感苦涩，很难吃。我们在购买红薯的时候，一定要买这种黄心的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去皮后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红薯也蒸得差不多了。戳1根筷子下去，如果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给它放一旁放凉。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再准备3个鸡蛋，把它倒入红薯的碗中。全部打好后，再放入绞肉机中，加入50克白糖，再加入100毫升纯牛奶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红薯泥。尽量多搅打一会，搅打得越细腻越好。如果没有绞肉机的，也可以用擀面杖或者是叉子压成红薯泥。搅打好以后到大碗中，像这样细腻的红薯泥就可以了。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一点点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剂。搅匀后，再分次少量的倒入3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，这样和成的面糊才会均匀，所以面粉要分次少量的放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无颗粒状的面糊。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20克红枣，再准备10克葡萄干，放大碗中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加入1勺食用碱，下手抓拌均匀。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食用碱，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。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，这里加食用碱呢，食用碱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得更加干净。这是抓拌了2分钟的样子，看一下里面的水已经变成这种黑色的了，说明这个红枣和葡萄干还是很脏的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食用碱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到案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。这里需要多剁一会儿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就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糊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。用筷子搅拌搅拌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尽量多搅拌一会。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松软。搅拌好以后，再倒入红枣和葡萄干，就是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红枣和葡萄干完全融入面糊里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您还一直没有给我点个小红心呢。1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，麻烦你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辛苦大家了。
就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电饼铛先不要开火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给它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油以后，再把面糊倒入锅中，全部倒进来以后，用铲子把表面整理平整，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这里呢，一定要把火关了，如果开火的话，底部烙糊了，上面我们还没有整理平整了。整理平整后，再盖上盖子，用上下火焖2分钟，给它焖至定型。2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果干和红薯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看一下表面金黄金黄的，但是这个呢还没有熟。我们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帮助它翻一下面，然后先关火，在表面淋上2勺番茄酱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整个表面呢都给它刷上一层番茄酱，这样吃着酸酸甜甜的会更好吃。番茄酱刷好后，再撒上一层芝士碎，这样芝士奶香味浓郁，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吃。用芝士碎点缀一下呢，卖相会更好。芝士碎可以多撒一些，这样拉丝效果会更好。芝士碎撒好后，再沿着锅边淋少许清水，防止底部烙糊了。然后盖上盖子焖5分钟，把芝士碎焖至融化。5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芝士奶香味扑鼻而来。看一下芝士碎已经融化了，再撒点黑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像这样呢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出锅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为了方便使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。这里想怎么切就怎么切，我呢，给它切成3角块。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底部非常的酥脆，上层的芝士碎拉丝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呢，还有浓浓的芝士奶香味，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薯发面鸡蛋饼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红薯饼，外皮焦香，里面松软又香甜，配上红枣和葡萄干，营养更全面，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。表面刷了一层番茄酱，再撒上一层芝士碎，还有浓浓的芝士奶香味，就连小朋友都超级喜欢吃哦。而且是用酵母发酵的，好吃又容易消化，用来当早餐是不错的选择。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我？下次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